俄第六集团军遭斩首，英国称俄罗斯怕什么打什么。乌打击俄能源设施，3.3亿美元石油灰飞烟灭。苏梅攻势偃旗息鼓，俄军把精力转向东线。俄司令抱怨俄军服不如游击队。阿根廷向乌克兰捐赠超级军旗，最新豹2采用无人炮塔。根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6月9号，乌克兰首次对俄境内展开空袭，摧毁了俄罗斯军队的一个指挥所。事后证明，这个指挥所可不一般呢，它是俄第六集团军的司令部。第六联合武装集团军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老部队了，曾经参加过苏芬战争，下属8个旅。早在2022年，他就参与过对哈尔科夫地区的占领，不过在乌军的大反攻中又被赶回了俄罗斯。而这次俄罗斯重新对哈尔科夫州展开攻势，第六集团军也是首当其冲。没想到前方战线被乌军反推的同时，后方的老窝又被端了。该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别尔格罗德大学的一栋休闲建筑内，位于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个村子附近。照片证明，在致命袭击发生后，这栋建筑几乎完全变成了废墟，伤亡恐怕不在少数。俄罗斯军事博主称，这次袭击一共造成了8名俄军失踪，考虑到他们都在集团军司令部工作，恐怕职位不会太低。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称，在袭击发生前的1周，俄军事情报部门就已经警告第六集团军了，他们的总部在乌克兰空军的潜在目标名单上，但是很明显，该部队的首脑似乎并没有接纳这一警告。在击中第六集团军指挥部的当天，乌克兰战机发射的导弹又摧毁了距离前线30公里俄罗斯别尔格罗德拉克蒂诺耶俄军的弹药库，现场发生2次爆炸。该建筑物内储存了第六集团军的工程设备和弹药。殉爆导致5辆的 URAL4320 卡车和1辆 BTR82AM 被摧毁，另外2辆 URAL4320 被损坏。媒体推测，产生殉爆的是大约5000件的反坦克地雷。可以看出，乌克兰首次对俄境内的打击绝非是小打小闹，而是在俄军体内的心脏上狠狠地扎了一刀。无论是弹药库被毁还是司令部被炸，这都将极大程度地动摇俄罗斯前线部队的军心。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乌克兰情报工作的卓有成效。别尔格罗德州一直是俄罗斯自由兵团的活动范围。关于该部队的详情呢，大家可以去看这期视频。这些愿意帮助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们能够完全的融入当地环境，不仅能够进行破坏行动，还能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情报，甚至连军火库和司令部的精确位置这种绝密情报都能落到乌克兰空军的手里，证明了乌克兰全军倾力配合，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这一次对俄罗斯的沉重打击。说完了乌克兰，我们再来说说俄罗斯。虽然事件已经快发生1周了，但是俄官方仍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因此我们不知道乌克兰是用何种飞机、何种武器进行的打击，也不知道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是没有防住，还是压根儿就没有防。当然，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明明俄情报部门已经提前1周给了消息了，但是第六集团军依然视若无睹，这不免令人怀疑俄军内部的相互信任程度以及信息沟通效率。总而言之，这次乌军的空袭让俄军是吃亏不少，但一般来说呢，俄军往往会在吃痛后长记性，未来可能会调集更多防空系统部署在别尔格罗德，乌空军之后的行动难度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0号证实，位于俄罗斯联邦罗斯托夫地区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在6月5号第3次被乌军无人机击中了。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说法，由于袭击造成的火灾破坏，俄罗斯人至少损失了150万吨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这些物资折合大约是5.4亿美元。乌克兰在袭击发生后又花了几天时间确认给了俄罗斯造成的损失程度。俄罗斯如今的经济极其依赖能源出口，尤其是石油能源。无论是战争还是外汇，石油都是当今俄罗斯的命脉。恰好俄罗斯的大多数石油工业都临近东部地区和黑海，而乌克兰几乎已经控制了黑海，俄罗斯空有黑海舰队却被乌克兰无人机压制在了港口，这使得俄罗斯重要的石油产区落入乌军的远程神风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可以说，乌军在前线打掉俄军多少坦克，俄罗斯并不担心，因为坦克库存多的是。
但是要敢断了俄罗斯的油，那可就算是要了老命了。毕竟坦克没了油就是一堆废铁，而且没有石油出口，俄军发不下来军饷，底层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呢？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在6月11号在乌克兰重建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怕什么，我们就应该打击什么。乌克兰不依靠谈判，而是通过摧毁25%的黑海舰队，确保了黑海安全。乌克兰是一个有能力且强大的盟友。同时，卡梅伦呼吁西方伙伴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他提议打击能够令俄罗斯联邦最痛苦的地方，以回应俄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已经打击了俄罗斯石油系统，现在是时候确保我们在欧洲也完全关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同时，卡梅伦还要求加强对黑海航运的检查，以防止有船队偷偷为俄罗斯运送石油。我想看到每次这些船进入中立港口时，都会受到检查、扣押，阻止其运输俄罗斯石油销往世界各地。我们握着所有的牌，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联盟、经验和知识，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切，让普京受到深深的打击。除此之外，英国还将继续对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进行制裁。七国集团将设立一项资金，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入来支持乌克兰。该基金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设立，G7国家将以贷款的形式向该基金捐款，被冻结资产的投资利润将用于偿还这些贷款。英国是乌克兰的主要捐助国之一，与美国和德国并列。从2022年2月以来，英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25亿英镑的支持，其中76亿英镑用于军事援助。英国还主办了一项培训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训了3万多名乌克兰人员，目标到2024年年中再培训1万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战线。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烈·德姆琴科在6月12号表示，在苏梅方向活动的俄军几乎陷入了停滞。同时，其他的乌官员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即在6月10号，俄罗斯筹备的苏梅攻势在攻占了720米的乌克兰土地后，就再也没有其他进展了。而在沃夫昌斯克，阵地争夺战仍在继续，我们尚且无法判断此地的展开孰优孰劣，这就是巷战。俄乌双方的士兵可能会为了一个房间来回争夺数天，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战斗最激烈的是沃夫昌斯克东北部谷料场地区，俄军已经在该地区损失了数辆步战车。目前看来，俄军似乎有意放弃夺回市中心，反而是在向沃夫昌斯克以东进行推进。大兵认为，在沃夫昌斯克同俄军死磕，对于乌军来说并不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选择。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乌军似乎执意夺回沃夫昌斯克，这可能意味着沃夫昌斯克对乌军的下一步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乌军也要注意，在沃夫昌斯克东部推进的俄军可能有意地绕过沃夫昌斯克，穿插到其他地区。而在库皮扬斯克以及恰西夫亚尔，俄军继续加大攻势，不过均被乌军击退。乌克兰军方还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对俄军阵地展开攻击。乌军乘坐 M113 步战车对俄罗斯阵地进行压制，期间有1名乌军士兵被手榴弹炸伤。俄罗斯试图使用无人机补刀，但被乌军士兵用轻武器击落。随后 M113 成功救下了伤员。从视频中可以得知，目前俄军在炮火力度上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这使得乌克兰的反攻具有一定难度。想要打破僵局，乌军需要在夺取制空权上多下一点心思。空降部队前司令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批评了俄罗斯军事物资的质量。沙马诺夫上校直言，俄军发给军事人员的制服质量低下，让俄军队类似于游击队，以至于士兵需要自掏腰包购买作战服。沙马诺夫曾任第58联合武装集团军的指挥官，在车臣战争中被称为车臣屠夫，获得过俄罗斯英雄的称号。2009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空降部队司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继任者第58集团军前司令伊万波波夫在不久之前呢，也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而被拘留和逮捕。根据阿根廷媒体6月11号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批准了由国防部长路易斯·佩特里和外交部长戴安娜·蒙迪诺起草的一项计划，以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努力。
这一计划将向泽连斯基政府提供5架法国制造的超级军旗战机。这5架经过现代化改装的超级军旗 SEM 是阿根廷在2018年以1200万欧元的价格从法国购买的。然而，由于马岛战争以来，英国针对阿根廷的军事禁运政策，飞机上的英制马丁贝克弹射座椅无法获得弹射火箭等关键零件。这些飞机自买来之后呢，就一直被存放在贝尔格拉诺港的艾斯波拉海军航空站，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飞行，约等于99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对外呼吁对乌援助性能更加优越的西方战机。尽管已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并且展开了飞行员改装训练，法国也在最近宣布援助乌克兰幻影2000，但目前未能有一架西方战机抵达乌克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超级军旗性能是不如 F-16，但考虑到俄乌战场是以消耗战为主，其作用对于乌军来说依旧非常重要。关键在于乌军是否需要为了5架超级军旗再重新培养一批飞行员。超级军旗的舰载攻击机的整体设计与军旗攻击机极为类似，拥有一个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机身，机身中段有明显的收腰设计。这在冷战的飞机设计中非常常见。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这种减小机体截面的设计能够有效地减少零升力击波阻力。超级军旗的舰载攻击机与军旗相比，最大的改进除了发动机之外就是主翼了。该型战机采用了悬臂式中单翼，可变幅度更为激进。超级军旗攻击机的机翼内安装有整体油箱，机体内部也拥有一个软油箱，其整体载油量为3200升，拥有空中加油能力。该机搭载有一具龙舌兰丹麦波雷达，该型雷达专门为舰载机研发，其对海搜索距离为110公里。超级军旗的固定武器为2门30毫米 DEFA553 机炮，拥有5个挂载点，可以携带飞鱼反舰导弹。该型导弹战斗部重量达到165公斤，采用惯性制导与主动雷达结合。飞机投放飞鱼反舰导弹后，导弹会迅速降低高度，紧贴着海平面飞行，这使敌方雷达难以侦察，其飞行距离长达6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阿根廷使用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42型驱逐舰。当时导弹的战斗部发生故障，并未被引爆，但是由于导弹上的固体燃料被引燃，最终使得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发生大火，在8个小时内沉没。克劳斯·马菲、韦格曼和奈施特合作的德法企业集团 KNDS 首次发布了最新的豹2坦克照片以及更详细的资料。新豹2型号为豹2 ARC， 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它的无人炮塔，它可以配备经典的120毫米火炮，莱茵金属公司新型的130毫米火炮，或者 KNDS 专有的140毫米火炮。该坦克配备了先进的自动装填机，能够在10秒内发射3发炮弹，将成员人数减少到3人，使其对成员的保护能力更强。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炮管，用于发射炮射导弹。KNDS 声称，无人炮塔将坦克的脆弱区域减少了30%，在保留 A8 同款模块化装甲的同时，ARC 变体具有增强的主动保护系统，目前型号尚不明确。之前有消息称，可能是梅卡瓦同款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豹2 ARC 的重量不到60吨。与前代产品相比，高度更低。该坦克由1100千瓦发动机提供动力，最高时速可达65公里以上，续航里程为460公里。虽然第4代坦克的标准尚不明确，但采用无人炮塔是第4代坦克的标志之一。例如俄罗斯的 T-14 阿玛塔，美国的艾布拉姆斯 X。而这次豹2 ARC 也实装了无人炮塔，这或许就说明了该坦克能够称为继 T-14 阿玛塔之后世界上第2辆可以被称为第4代的坦克。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